乌水电站被炸，给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但同时，这次蓄意袭击的事故也给我们提了醒。长期以来，有敌对势力常常以三峡大坝作为假想敌目标，甚至还叫嚣导弹打击。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乌克兰的卡霍夫卡水电站爆炸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历史上，这种通过毁灭水电站大坝打击敌方的做法屡见不鲜。而此次卡霍夫卡水电站爆炸已经成了一桩悬案，俄乌双方都宣称是对方干的，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毕竟这座水电站是苏联时期建设的，以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体，是非常坚固的设施，必须需要足够的 TNT 灯量才能够将其炸毁。肯定不是什么意外事故才能导致大坝被炸开，而是蓄意的破坏行动。但无论是谁干的，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导致水电站下游的乌克兰平民倒了血霉。洪水已经淹没卡霍夫卡市中心，周边村镇也被洪水逐渐吞没。卡霍夫卡水电站爆炸带来的灾难，至少导致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上千人死伤。若俄乌双方不能够进一步对卡霍夫卡提供人道主义救援，那么灾情还将进一步恶化。不过，卡霍夫卡水电站爆炸事件也算是给中国提了醒，因为潜在敌对势力对我国的三峡大坝是垂涎已久。他们一直认为三峡大坝是潜在性需要被摧毁的目标，多次曾教训称要使用飞弹打击，战时可以通过摧毁三峡大坝的方式对长江中下游的省份造成毁灭性打击。三峡大坝是我国在长江上游段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分布在重庆、湖北的长江干流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是中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水坝。但是，自从三峡大坝建成后，关于摧毁三峡大坝之类的言论层出不穷。早在上世纪90年代，对岸岛上就曾经自行研判如何摧毁三峡大坝。美国国防部报告也指出，对岸军方认为，只要对大陆的城市人口或高价值目标作为潜在的打击目标，就能够阻止中国大陆的军事胁迫。可以说，这类的反制言论还是挺有市场的，即便是到了现在，也被数次提及。那么，对于敌方的威胁，三峡大坝有直面遭受攻击的风险吗？事实上，对岸的相关学者专家不止一次在电视上表态，要使用导弹摧毁三峡大坝，称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大坝，另一种则是使用巡航导弹打击大坝。首先说说第一种，众所周知，对岸到现在也没有弹道导弹，所以根本不可能用什么弹道导弹打击三峡。而第二种打击方式是，对岸曾经大肆吹嘘的，即使用自研的云峰巡航飞弹对三峡大坝进行精确打击。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打击方式的成功概率为0%，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岛内这批云峰巡航导弹实际上就是不折不扣阉割版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就是慢速的亚音速巡航导弹，隐藏性还差。就这还妄想穿越中国大陆大半个纵深打击三峡大坝，纯粹是昏了头了。大陆在沿海和内陆纵深的防御固若金汤，由地面空击预警系统和不计其数的防空导弹和空军部队日夜守卫，这不是岛内使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亚音速低速导弹能够突破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这类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的威胁，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此前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态，大坝这种民用设施和核电站一样，都是普遍受到法律保护的。三峡大坝一旦遭受打击，将遭受我方的核反击打击报复。所以说，在未来，无论是谁、什么势力，要想打三峡大坝的主意，就要想一想中方的反击措施，他们能不能承受得起。三峡大坝是一座钢筋混凝土重力坝。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伯廷认为，混凝土重力坝可以抵御核打击。毕竟三峡大坝不是纸糊的，
在建设之初就考虑到了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遭到核打击情况，因此整个三峡大坝防御能力足以抵挡100万吨 TNT 当量的核弹直接打击，防御力可以说相当强悍了，相当于几十颗原子弹的威力也不能撼动大坝分毫。总而言之，这次乌克兰水电站遭袭，实际上也变相提醒了我们保卫三峡大坝的重要性，居安思危永不过时。